参见娘娘。不要在这里惺惺作态了，说说你的条件吧。那独孤就不客气了，我要半壁江山，划江而治。不然，你就等着给谢延琪收尸吧。半壁江山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那就要看皇后娘娘对皇上的爱值多少了。皇上为了挚爱可以放弃整个江山，莫非皇后娘娘对皇上的爱连这一半也不及吧？哼！有件事，娘娘你别忘了，当初皇上为了你，不惜和老太后闹翻，也执意立你为后。你可不要辜负了皇上的一番心意啊！好，明晚戌时，我在明练宫前等你。到时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东西。作为交换，希望你也不要让我失望。娘娘请放心，一言为定。谢延琪，咦，什么味儿啊？青柔，青柔，你来了。我就知道你还惦记我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就是来看看你死没死。青柔，我们不要再争吵了好吗？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会告诉你。况且，我已经把退位诏书给了四弟，从此我不想再当这个皇上了。为什么呀？那可是皇位啊！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你可别说是因为我。若我退位之后，就不会再有人说什么了，人们很快便会把我忘记。相信四弟会是一个好皇上。青柔，之前是我谢延琪亏欠你的，你若肯嫁给我，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还你的债。从此以后，你的衣食住行，我必鞍前马后效劳。你若不开心，也可向我撒气，我的一切都可以是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立慕容依允为后？当时是我听信了奸人的谗言，信了那孔双双的话，以为你心里喜欢的是独孤元，以为你只是利用我的地位去谋取你的利益。况且，孔双双说看见你和独孤元海誓山盟，还说得有凭有据，也容不得我不相信。天哪，你连孔双双的话你都信，你还有没有智商啊？可是你想利用我进入宗祠一事，是真的吗？是又怎样？好，青柔，我想明白了，就算你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利用我，我也认了。只是我想知道，我和独孤元，你选择谁？谢延琪，你到现在还问这个问题，你真是个木头。去。那日，我来明练宫找你，见你手上戴着独孤元传家的手镯，我还以为……什么传家手镯？它什么来历我不知道，他只是告诉我这是治病的药镯。你也知道，我从宫里逃出来的时候，我生了一场大病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哎，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不是恢复的好好的吗？我以前听过一句话，说感情里最忌讳的，就是彼此幻想着对方的未来，但却总惦记着对方的过去。是我当初不够相信你，你也不够相信我。青柔，这几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你和我是上天注定要走在一起的。我们今后一定要彼此信任，不辜负上天对我们的这份安排。哦，对了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好。青柔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是看看他干活干得怎么样。看来干得还不错，活蹦乱跳的。
比兔子还欢实。看也看完了，你还留在这干什么？你出去吧，我要备膳了。不用你备膳，我已经让下人准备好了，一定不会比你御膳房的差。言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，我们说好在一起一辈子的。我中毒了，是今晚的饭菜。杜国元一定是听见我们的谈话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他要解药。青柔，别去，他不会给你的。青柔。杜国元，你为什么要下毒？我给了他机会，3番5次劝他走，可他执意不肯离开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你复国的念头到我这里已经是第4代了。我从小就被寄予厚望，而我也努力了那么多年，哪怕有一点小小的进展，我都会非常高兴。可是复国这个梦想实在太艰难了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实现。想想那些跟随我们多年的家族死士们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了你放弃这一切的时候有多痛苦吗？现在这一切就在我眼前，你让我怎么放弃？那你也不能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啊！卑劣的手段？我不卑劣，难道要我眼看着你们双宿双飞吗？你快把解药给我，让他走，我留下。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都陪着你，还不行吗？现在可不行，解药给了你，我拿什么留住你们？可谢言齐他都快不行了。尊上，慕容一元已经带人到了宫门。慕容一元，他怎么会来？来得正好。